你每天早上踏进办公室，脑内的视丘下颌像被嗡嗡的警报器敲醒，心里却只剩好累的回音，这就是职场倦怠的第一层颜色。表面上，它常以身心疲惫、精力下降、情绪麻木出现，情绪上则是从微微的焦虑、对同事的冷漠，演变成对工作的嘲讽、对未来的无望。当你发现自己在会议中只剩下点头，回到座位后却感到胸口沉甸甸，甚至下班后仍被无尽的工作思绪缠绕，这些都是倦怠的警示灯。脑内的前额叶已被持续的压力侵蚀，无法有效调节情绪，同时默默工作的下意识自我批判，让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失去活力，变成做完就好的自我惩罚。于是你会在午餐时不自觉刷手机，在深夜仍思索未完成的报告，那是一种浑浊的情绪漩涡，将你从热情的火种拉回冷淡的灰烬。认清这些具象的症状，才是踏出倦怠的第一步。当你在办公室的咖啡机前，脑袋不自觉地把刚刚的会议画面一次又一次倒带，问自己为什么我说的那么笨，或那句话会不会让老板不满，这正是预设模式网络 DMN 在播放。DMN 是一组在静止、自由联想时自动启动的脑区，负责自我参照、回顾过去与预测未来。当它被过度激活，我们的思绪会像老旧录影带卡住，无止境地重播失误与批判，形成典型的过度思考 rumination。 心理学上，这类自我批判常被视为阴影 shadow 投射的温床，未被接纳的情绪在 DMN 的回路里被放大，让我们在内在的镜子里看到扭曲的自己。从灵性角度看， DMN 就像星湖表面的波纹，当波动太大，湖面无法映出清晰的月光。若我们能在波涛中觉察到我在思考这个讯号，便能以呼吸或正念将注意力拉回当下，让 DMN 的自动播放暂时停止，让星湖恢复平静，让阴影不再占据目前。这样的觉察就是走出职场倦怠的第一步。在大脑的奖赏回路里，当你完成一项任务，收到上司的肯定或点击送出的瞬间，黑质纹状体会释放多巴胺，让神经元短暂点燃快感的火花。职场若把这个送出设定成不断的高目标，每周业绩、每月 KPI、无尽的会议邀请，多巴胺就变成持续的背景噪音。神经科学证明，长时间的高频刺激会导致受体下调，原本的快感变得迟钝，甚至出现倦怠、工作失去热情的现象。这种机制可以比做量子波函数的持续观测，越是盯紧结果，波函数就越快坍缩，真正的能量被锁在目标的边界里，无法自发流动。道家说无为而治，若把注意力从外在成就转向内在的呼吸与当下的感受，便能让多巴胺回到间歇性的自然节奏，重新点燃创造的火种。换句话说，给自己设定休息及奖赏的断点，让大脑在完成任务后有时间清除多巴胺的残留，才不会在长跑中耗尽燃料。当你在办公室里被连续的会议、未完的报告和无止境的讯息轰炸时，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分泌皮质醇，像是手里的加速器。本来适度的皮质醇能帮你集中注意、快速反应，但当这条讯号不断被加速成习惯，血液里的皮质醇浓度会保持在高位，仿佛城市的雾霾永远不散。长期高皮质醇会侵蚀免疫系统的防线，白血球的活性被抑制，病毒与细菌的警报声变得迟缓，身体更容易感冒、胃痛或皮肤发炎。情绪上，皮质醇会干扰海马体的记忆整合，让原本可以平衡的情绪变成情绪过山车，小小的批评会被放大成自我否定，甚至在下班回家后仍感到心跳加速、胸口沉重。道家讲无为而治，其实是提醒我们不要让肾上腺的加速键一直按下去。可先用呼吸之桥把注意力从未完成的清单移到当下的呼吸，让副交感神经稍作喘息，
再以简短的身体伸展，像把城市的雾气洒在窗外，让皮质醇的浓度逐步下降。当皮质醇回到健康范围，免疫系统重新恢复巡逻，情绪也会回到更稳定的轨道，让你在职场的波浪中不再被暗流吞没。在开会时，你突然对同事的提案感到莫名的刺痛，那不是对方案的不认同，而是内在阴影的投射。荣格说，阴影是我们未被接纳的情绪、欲望和未完成的创伤，常藏于无意识深处。当同事的行为触发了你内在的自我批判，杏仁核立即释放皮质醇，让情绪升温；镜像神经则把对方的表情误读为被否定的讯号。于是你本能地把自己的不安全感、过去被批评的记忆投射到对方身上。这种投射像量子纠缠，两颗心的波动在看不见的空间互相影响。你把内在的阴暗面当作他人的缺陷，结果同事感受到的不是建设性反馈，而是防御性的对抗，冲突因此升级。若能在冲突瞬间停下，观察那跳动的心跳与呼吸，像禅修中的观杀一样，把注意力放在感受本身，而非评价，你就能看到阴影的形状，那是久未被自我慈悲拥抱的焦虑与自我怀疑。把阴影从投射的荧幕中拉回，先用自我同情的语句说，我感受到害怕被否定，我可以接受这份感受。此时前额叶激活，抑制过度活跃的 DMN， 让自我批判的回路短暂沉寂。当你把阴影重新接纳为内在的一部分，同事的意见不再是威胁，而成为镜子，映照出你仍可成长的领域，倦怠的根源也在此悄然转化。当你在会议室里提案，脑中却先浮现同事会不会嘲笑我的念头，这不是自尊心的过度膨胀，而是依恋系统的警讯。依恋理论指出，婴儿在得到持续、可预测的照顾时，会建构内在安全基地，缺乏这份安全感，成年后会把同事、上司视为可能撤回的资源，让大脑的杏仁核保持高度警戒，皮质醇不断喷出，甚至把普通的工作回馈误判为情绪攻击。换句话说，当你感受不到同侪的情感回馈，前额叶的情绪调节回路就被切断， DMN 开始自行反刍我不够好的剧本，导致工作倦怠像粘稠的雾气蔓延。从灵性角度看，这是一种未根植的心灵仍在寻找那片可依靠的土壤。若能在下班后主动与可信任的同事或朋友分享当下感受，让多巴胺的正向奖赏重新连结，便能在神经层面重建安全基地。当安全感回归，杏仁核的警报声会沉静，皮质醇水平下降，工作中的冲突也不再被放大为生存威胁，内在的平和自然流回。当你在会议上听到同事的批评，脑里瞬间涌出我不够好或这是挑战的两条路径。量子物理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告诉我们，粒子在被观测前同时存在多种可能性。你的思绪也是如此，在注意力还未聚焦前，情绪、解读、未来的行动全部以叠加态存在。当你有意识地将注意力投向呼吸，等于对这个思绪波函数测量，瞬间会崩塌成你选择的那一条线。神经科学证实，前额叶的注意网络介入时， DMN 的自我批判回路会被抑制， dopamine 回路则因预期的正向选择而释放。换句话说，你的自由意志就是在量子层面上选择哪个可能的未来让它显形。把这个观念带回日常，当手机讯息让你焦虑时，先深吸一口气，让注意力观测这个讯息的情绪，选择把它折射成资讯而非威胁，整个脑波就会从混沌的高频跳跃到平静的 alpha 波，让你在职场的每一次抉择都成为自我创造的实验。当你在办公室的嘈杂里感到脑袋像被开关不停点亮，先把手上的笔放下，双脚轻贴地面，闭上眼睛，像道家说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把注意力移到此刻的感受。深吸一口气，感受空气在鼻尖逗留的微细，然后缓缓呼出，
想象每一次呼气都把脑中那团紧绷的皮质醇云层带走，接着把浮现的思绪比作水面漂浮的叶子，不要去抓住它们，也不必批判它们是好是坏，只是让它们随波逐流。这样的静观会降低默默活动的预设模式网路 DMN， 减少自我批判的回路，同时刺激脑干的副交感神经，使心跳变得平缓，让大脑得到短暂的无为休息。在工作间隙，试着每50分钟给自己30秒的无为窗口，站起来，双手自然垂放，观察呼吸，让思绪如云过天际，而不被它们拖累。这几秒的停顿能把过度激活的神经讯号降至安全范围，让你在回到任务时脑袋更清晰，情绪更稳定，倦怠的感觉也会悄然减弱。当电脑荧幕前的思绪像走不完的跑道，请停下30秒的微冥想。先把椅子靠背调整直立，双脚稳贴地面，轻轻合上眼睛，设定60秒的倒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起伏，吸气时默念1，呼气时默念2，让呼吸节律自然落在每秒4次左右。此时，大脑的 alpha 波会在82 Hz 频段轻轻震荡，像调频收音机的微调钮，把焦虑的噪音转为柔和的背景音。研究显示，短暂的 alpha 波提升能及时降低皮质醇，抑制 DMN 的过度自我批判，让眉头松开，肩膀下沉。想象自己是一壶在炉火上慢慢沸腾的茶，微冥想就是关掉火源，让热度均匀散发，气味更清晰。完成倒数后，缓缓睁开眼，感受视野变得明亮，思绪如刚打磨过的玉石，光滑且专注。把这个1分钟静息植入每2小时的工作间隔，你会发现紧张的筋肉逐渐松弛，创意也跟着自然流出。先用手机日历或工作看板，把每周最容易感到逼迫的时段标记出来，上午9点的例行会议，午餐后突发的加班任务，下班前的报表截稿。这些时间段，大脑的前额叶被交感神经高频刺激，皮质醇瞬间飙升，注意力被迫切换到警戒模式。辨识后，我们可以在高压前5分钟启动神经调节，先做一次深呼吸，5秒吸，5秒吐，激活迷走神经，降低心率变异度，同时关掉手机推播，减少外部资讯噪音，防止预设模式网络 DMN 过度启动。若有2分钟空档，可做简短的身体微扫描，感受肩颈紧绷，轻抬再放下，以此释放肌肉张力，削减皮质醇的持续渗透。持续在高压时段重复这些微调，脑神经可塑性会逐渐建立安全缓冲，让我们不再被燃烧，而是被引导，把工作压力转化为内在的活力与平静。在倦怠的夜里，先把手边的笔记本翻开，写下今天最让你感到心力交瘁的那段会议。不要追求文采，只要把当下的情绪、身体感受，甚至心理的自我批判全部道出。神经科学显示，当我们把自动漂流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从无意识的自我批判切换到有意识的叙事时，前额叶的调节区会被激活， DMN 的同步性随即下降。写作的过程相当于给自己的负面思绪贴上观察者标签，让它不再是无法控制的内在噪音，而是一段可被同情的经验。接着，回头阅读刚写的文字，试着用我理解你的语气对自己的疲惫说话。这一步叫做自我同情，它会刺激大脑的岛叶与前扣带皮质，提升催产素分泌，进一步削弱批判性思维的化学回路。每晚花5分钟写下3件完成的不错的工作细节，或是对自己的努力表达感激，久而久之，你会感受到内在的批判之声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接纳，让 DMN 从自我审判切换到自我整合。这样的写作疗法不只止于文字，更是一把神经层面的重启钥匙，帮助你在职场的高压浪潮中找回内在的平静与活力。
当老板突然在下午3点丢下一张48小时完成的报告时，我们的脑下垂体立刻发出 CRH， 肾上腺会释放大量皮质醇，形成急性尖峰。这种激素在50分钟内让血糖飙升，好让身体进入战或逃模式，注意力变得尖锐，记忆只聚焦在截止日期本身，其他资讯被抑制。心理学上称之为时间压力引发的决策紧张，与 Yerkes-Dodson 曲线相吻合。适度压力提升表现，过度则使认知弹性崩溃。从灵性角度看，这瞬间的高频能量其实像量子波函的坍塌，所有可能性瞬间被单一焦点锁定。若我们不立即回到呼吸的无为空间，皮质醇会持续刺激海马体，削弱情绪调节，长期累积甚至让免疫系统陷入疲乏。实务上，只要在感受到时中低达声升高时，先停顿3次深呼吸，让副交感神经短暂介入，皮质醇高峰就会在20秒内回落，脑袋重新恢复宽阔的关照。当你把目标只锁在上司的 KPI 时，脑内的多巴胺回路会像被过度加速的跑车，短暂的奖赏过后却快速耗尽，使你感到空虚。若把目标重新校准到价值对齐，比如把设计的美感、帮助客户解决痛点，或是支持环保理念，多巴胺不再是外在指令，而成为内在意义的回馈。科学显示，当行为与深层价值相符，大脑会在完成任务的每一个微小步骤释放稳定的多巴胺，让注意力和创造力持续上升。从灵性角度看，这相当于把意识的波动调到与宇宙频率共振的正向量子场，选择的每一次行动都成为自我实相的加速器。下次在排程时，先问自己，这件事是否能映射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若答案是是，就把它列为核心任务，让多巴胺在价值的磁场中流动，倦怠自然被点燃的热情所取代。这样的对齐不仅提升工作效能，也让你在每天的结束时感受到内在的满足感，仿佛整个神经网络被重新上色为活力的光谱。当你在会议室里被连续的截止日期逼得喘不过气，脑中的自动负面回路会像 DMN 的杂讯频道，让焦虑不断循环。此时，将注意力放在缓慢、深长的呼吸上，能直接唤醒前额叶皮层。前额叶是大脑的执行长，负责抑制杏仁核的恐惧讯号，从而降低皮质醇分泌，同时让多巴胺回到合理的奖赏频段。具体做法：做直双脚踏式，轻轻闭上眼，吸气时默念1至4的节拍，呼气时倒数4至1，感受胸腔与腹部一起起伏。每一次呼吸都像量子波动的测量，将散乱的思绪坍缩成当下的感官体验。持续3分钟，前额叶的激活会降低自动批判的音量，让你在下一个任务前带着清晰与平静的心境重新出发。当手机的蓝光刺进深夜的黑暗，视网膜的光感受器立刻向视上核发出信号，把本应在凌晨升起的褪黑激素压制下去。没有了褪黑激素的守夜人，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就像没关灯的舞台，持续投射自我批判与未完成的工作清单。这时，我们的思绪会在量子不确定性的海里跳跃，感受每一个可能的失败，焦虑随之放大。道家的无为提醒我们，先把光源关掉，让眼睛回到自然的暗。简单的3步：把手机调成暖色，开启夜间模式，再把荧幕亮度降至最低，然后在屏幕前闭眼深呼吸10次，让前额叶重新接管注意力， DMN 的噪音自动沉静。当这一切安静下来，脑波自然转向 Alpha 频段，像湖面微风拂过，心里的焦虑便像水面上的涟漪慢慢消散。此时若再回想当天的工作，只是观察而不评价，就能把阴影转化为成长的光。当你在荧幕前感到思绪像沙粒被风卷起，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深吸3秒，缓缓呼出，让肺部的节奏成为一条稳定的河道。接着，
打开关沙的禅修，想象手指轻抚一盘细沙，任每一粒沙子在指腹下划过，却不急着抓住，也不评价它的好坏。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当意识聚焦于此类感官经验时，默默观察者网络 DMN 会被抑制， Alpha 波开始主导，大脑从自我批判的杂音切换到平静的频率。此时，情绪的皮质醇水平逐渐下降，身体的交感神经放松，让原先在脑中打结的焦虑自然散开。心理学上，这相当于把阴影里的未处理情感投射到一个中性容器里，使之不再充当自我否定的投射点。当你持续观察沙子流动，感受指尖的微热，就像把散乱的念头排成一条有序的意识流，每一颗思绪都被看见、被接纳，最终自然归于宁静。这样的练习不需要长时间，只要每日3分钟，让脑中的杂讯变成沙丘的规律起伏，从而在职场的压力中保持清晰与内在的平衡。在工作中感到疲惫时，先把注意力放回心跳。心率变异性 HRV 是交感与副交感神经对话的指标，数值高代表迷走神经活跃，身体能在压力与放松间快速切换。每天抽出2分钟，坐姿稳定，缓缓吸气4拍，屏气2拍，呼气6拍，重复8次。这样的节律呼吸刺激胸腔感受器，提升迷走神经张力， HRV 随即上升，让脑中的杏仁核平静下来，皮质醇不再持续喷发。从道家的无为观点看，呼吸本身就是顺应自然的微循环。当我们以此呼吸与心跳同步，便在身体内部创造一道安静的能量通道，让思绪不再被过度思考的默默网路 DMN 拉扯。实际测量时，你会发现心跳间的微小波动变大，感受到胸口的轻微起伏，这是自律神经重新取得平衡的讯号。持续7天的 HRV 训练不仅降低倦怠感，还能提升注意力与创造力，让你在办公室里如同水面上的一叶舟，既能随波而动，也能保持中心不被冲散。当你在午间的咖啡角跟同事简单聊起孩子的趣事，脑里的下丘脑会立刻释放催产素，这种拥抱荷尔蒙像是给交感神经的降压药，让皮质醇的紧绷讯号逐渐衰退。研究显示，短暂的眼神接触和真诚的赞美能把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降低约 15%， 同时提升免疫细胞的活性。换句话说，社会连结不是情绪慰藉，而是具体的生化防线。你可以把这个机制当作每日的能量加油站，在会议前主动邀请同事分享一件感激的小事，下班后给家人发条暖心讯息，或在社群里留言支持朋友的创作。这些简单的互动会在脑内产生正向的回路，让多巴胺的奖赏系统与催产素的安定作用同步运作，抵消压力荷尔蒙的侵蚀。当我们把关系当成身体的免疫疫苗，倦怠感自然就会在连结的光环中溶解，恢复那份内在的平静与活力。在办公室的排行榜上，我们常把自己的价值和别人的绩效挂钩，像是把多巴胺的奖赏回路锁在比谁先达标的外部审核上。每当同事的业绩上升， DMN 瞬间启动自我批判的自动模式，脑中不断重播我不够好的剧本，皮质醇也跟着飙升，让身体感到沉重。硬说，这是未被整合的阴影在投射，我们把不安和自卑投给别人的成功，却忽视了内在真正的自我价值。依恋理论提醒，缺乏安全感的人更容易把外部认可当成情绪的安全垫。道家的无为不等于不做，而是放下对结果的执着，让注意力回到当下的呼吸与感受。当我们把目光从比较的镜子转向内在的心流，氧化酶会减少，催产素分泌提升，神经可塑性开始重写我等同于我的指标的神经路径。试着每天下班后写下3件与绩效无关的成就，如帮同事找回遗失的文件，用心烹调一餐，或是静坐10分钟。这些行为会激活前额叶的正向回路，
让多巴胺回到自发的好奇与创造，而不是外在的比较。渐渐的，你会发现，价值不是他人给的分数，而是内在的平静与自我慈悲。当你在会议前感到胸口发紧，思绪像断线的电流，先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合适呼吸的节奏是吸气4秒，屏息4秒，呼气4秒，再屏息4秒，完整形成一个和。这样的节律同步自主神经系统的交感与副交感，透过迷走神经提升副交感张力，抑制杏仁核的过度警戒，使皮质醇峰值在短短10秒内下降。神经科学说，规律的呼吸能够重置心率变异性 HRV， 让心跳更有弹性，身体自然回到平衡态。在灵性层面，这个方形的节点象征道家的无为而治，不争不添，只是回到原点，像量子波函数的坍缩，将无限可能的焦虑聚焦成单一可控的当下。每当压力升起，立即做4个盒子，感受气流在胸腔与腹部的起伏，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重新启动的开关。持续练习，你会发现焦虑的噪音被静默取代，工作中的倦怠感也会随之淡化。感谢的力量其实是脑内的重写程式，每次真诚的感恩都会启动前额叶对海马回的调节，让原本与同事冲突、加班焦虑相连的负向记忆被多巴胺与催产素的正向讯号稀释。当我们在下班后写下3件今天值得感激的事，不只是完成报表或同事的笑容，这个简单的动作会降低杏仁核的警戒频率，减少阴影投射的自动启动。心理学上称之为情绪再加工，神经科学则说是把原本高皮质醇时段的神经回路重新映射成低压力的感恩路径。因此，当下次在会议上感到被质疑时，你的脑已经学会先用感恩的视角捕捉对方的善意，阴影的自我批判不再频繁跳跃。持续7天的感恩练习，研究显示可将阴影触发率下降约 30%， 同时提升睡眠品质与职场的内在活力。把这个小仪式当作每日的灵性校正，让感激的能量像量子波动般在脑中展开，将倦怠的灰暗转化为光亮的存在感。当你在会议室里仍会听见上一次被批评的回音，这其实是大脑的时间回溯机制在作祟。海马回把那段创伤编码成过去情绪的时间标签，然后透过默默运作的预设模式网路 DMN 不断重播，让皮质醇持续高升， dopamine 失去期待的快感。心理时间重塑的核心就是把这段过去搬到未来的观察台上，让它不再掌控当下。步骤1，先用3次深呼吸把身体调回副交感，让前额叶短暂占领注意力。步骤2，闭上眼睛，把那次被指责的情景以电影画面投射到未来5分钟的银幕上，观察角色、语调、色彩，像观赏一部已完成的剧本，而不是自己正在演的现实。步骤3，对画面中的自己说：我已看到那段影像，现在我选择给予它新的结局。此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释放少量多巴胺，为新的情节加上正向的情感标签。同时 DMN 的自我批判声音被前额叶的理性叙事抑制，皮质醇自然下降。最后，把这段重塑过的叙事写下来，标注时间点与情绪分数，持续1周回顾。当旧的阴影不再在无意识里投射，你会感受到职场的每一次挑战变成一条可选择的未来路径，而不是过去的碎片。这样的心理时间重塑，让创伤不再主导现在，活在当下的你，才真正重新获得内在的平静与动力。当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被倦怠悄悄拖垮，第一层觉醒就是认知，大脑的前额叶开始扫描 DMN 里的自我批判回路，辨识出那条不停重播的负面叙事。此时，使用正念呼吸，把注意力从自动化的思绪切换到当下的感官讯号，就像把量子测量仪对准了意识的波动，让隐形的情绪粒子显形。
第二层是情绪调节，激活大脑的多巴胺奖赏系统，让自己在微小的成功里得到及时回馈。你可以设定一个5分钟微任务，列出今天最重要的3件事，完成后给自己一个简短的伸展或深呼吸。这个仪式把皮质醇的高峰压低，同时释放催产素，让同事间的连结感回升，阴影不再投射成为无形的敌人。最后一步是行动化，将刚刚厘清的价值与目标写在可见的便条纸上，配合 HRV 呼吸合式练习，让交感与副交感在每个工作间隔自动重启。每当你感到倦怠的警讯亮起，就停下5秒，深吸3次，然后立刻执行一个微行动，回复一封未读邮件，起身走到窗边看一眼蓝天。这种从认知、情绪、行动的3阶段循环，让脑神经可塑性真正改写倦怠的程式，从此在职场里不再被耗尽，而是持续在意识的深度里自我更新。先把今天的经历写在能量账本里，用笔在左栏写下每项任务的预估脑力消耗，从0到10标记，右栏则写下相应的补偿休息，5分钟深呼吸、站立伸展或片刻冥想。研究显示， DMN 在连续高负荷时会自动进入过度自我批判模式，若不及时切换到外部感官的休息，皮质醇会持续升高，免疫与情绪稳定性被侵蚀。把休息当作能量负债的还款，等同于在多巴胺回路中插入小型奖赏，让大脑在完成每段工作后得到微量快感，防止奖赏回路因目标过度刺激而失衡。每天结束时检视账本，未还清的负债就转成明天的静观时段或同事感恩讯息。这是依恋理论里安全基地的自我建构，也是道家无为的实践，不让情绪堆积成阴影，而是以有序的账目把它们引流。持续3周，你会感受到 alpha 波在微休息间段上升，皮质醇曲线变平，工作时的注意力更集中，倦怠感自然退散。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座城市，神经元是街道，血管是水管，化学讯号是电力。当目标设定像高楼大厦一样密集，多巴胺成为灯塔，引导车流向那些奖赏区，而皮质醇则是突发的暴雨，让排水系统负荷过重，路面湿滑，车辆、思绪打滑成堵。DMN 便是城市的夜间巡逻队，默默检查每条巷弄，过度巡逻就变成无尽的自我批判，仿佛电灯永远不熄，光害侵蚀了休息区。当我们把无为当作城市的规划原则，设定慢速道路与绿带，也就是正念呼吸与微冥想，就能让车流自然减速，抑制交叉口的冲突信号。像市政会议一样，将个人价值与工作目标对齐，让每个区块的能源需求得到平衡，从而重新启动多巴胺的回路，让光亮回到创意的工业园。只要在高峰时段辨识出交通拥塞的神经时段，暂停，切换到侧导 HRV 训练，合适呼吸，城市的自律神经就会重新同步，宛如交通灯自动调整，让你在繁忙的职场中仍能感受到整体系统有序运作的和谐与活力。在办公桌上摆一盆小绿植，或在视线尽头放一个微型山石水景，只要让视觉捕捉到自然的形态，就能触发交感副交感的平衡。研究显示，绿色光谱和芬芳的植物挥发物 phytoncides 会抑制海马体的皮质醇受体，使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在5分钟内下降 10% 左右。这个幅度相当于把紧绷的弦稍稍松开，让大脑的警戒模式不再持续轰鸣。从道家无为而观的观念来说，观赏一株萌芽的过程就是与气同频，让意念自然流入空灵。而量子不确定性提醒我们，这短暂的自然刺激其实创造了多种可能的神经回路，给疲惫的神经系统重新选择的空间。每天抽出3分钟，眼睛轻轻扫过叶脉，深呼吸，感受绿意渗入肺腔，让皮质醇的波动逐渐平缓，倦怠感也会悄然褪去。
当你感觉每天上班像被同一条铁轨逼着跑，真正的原因不是意志力不足，而是大脑已经把这条路刻成了惯性回路。神经可塑性告诉我们，突触的连结会因用进则强，用出则弱而重新排列。当你在压力下连续加班，前额叶对情绪的调节被多巴胺奖赏回路覆盖，纹路在纹路里加深，形成习惯化的倦怠模式。要想改变，只要在这条路上加入新的讯号，就能诱发长时程增强 OTP 或突触修剪，让新神经回路取代旧有的自动驾驶。实际操作上，先在工作间隙设定5分钟的微觉察，深呼吸，观察手指的感觉，这样的注意力重置会激活海马回，把讯息从基底节搬到前额叶，形成意图行为的正向回馈。持续3周以上，神经回路会稳固。新习惯就像城市重新规划的道路，让你在同样的压力下仍能走出宁静。从灵性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内在量子翻转，把混沌的思绪波函数折叠为选择性的实相，让意识成为改写自身程式的创造者。番茄工作法把1个小时切成25分钟高效冲刺加5分钟柔和恢复，正好吻合大脑的能量波段。25分钟内，前额叶持续发出贝塔波，注意力与多巴胺回路被点燃，工作目标瞬间变成及时奖赏。短暂的5分钟休息则让 alpha 波占主导，心跳放缓，皮质醇自然下降，脑皮层进入静观状态。这种节律不仅阻断 DMN 的过度自我批判，亦在每次波段切换时促进神经可塑性，仿佛在脑内种下新的回路。从道家的无为观点看，我们不再强迫持续高压，而是以自然节拍让能量循环，工作是耕，休息是灌溉。实际操作时，设定番茄钟，关闭所有通知，让25分钟的专注成为大脑的短波冲击。休息时站起伸展，闭眼深呼吸，让 alpha 波自然扩散。如此节奏，使工作与大脑同步，倦怠感逐渐被持续的流畅感取代。当你在电脑前久坐，肩颈像被无形的弹簧紧紧缠住，这不只是感觉的疲累，是交感神经持续发射的讯号，让皮质醇沉积在肌肉纤维里。简单的肢体释放，比如站起来双手高举，深呼吸后缓缓下压，或是双脚踮起再放回地面，叫做微震动，会激活肌缩的伸缩感受器，向大脑发送放松讯号。前额叶随即抑制杏仁核的警戒回路，副交感比例上升，皮质醇水平在3分钟内下降约 15%。 再搭配胸前轻敲或胸式开展，让胸腔扩张，心肺得到更多氧气，身体的微循环加速，血清素与内啡肽同步释放，仿佛把卡住的阴影能量敲碎。道家讲无为而胜有为，在这一刻，我们不再用意志硬控制，而是顺势让身体自然回弹，感受筋膜的松解，心也跟着降温。每工作45分钟，就站起来做一次这套身体释放，仿佛给神经系统重新充电，倦怠的雾气会慢慢散去。当你把注意力从键盘抽离，轻轻合上双眼，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就像量子场里的震荡波。神经元不再是孤立的电讯号，而是透过微观场的共振互相纠缠。这种纠缠让大脑的自我修复网络瞬间同步。当皮质醇在压力下升高，免疫细胞的讯号会被抑制，而量子场的低频振幅则能重新调整这些讯号，使它们回到最原始的自组织节奏。换句话说，当你在冥想时呼出一口气，脑内的 alpha 波与外在的自然频率形成相位锁定，身体的修复酵素如 SAD 谷胱甘肽就会在这个共振窗口被召唤上线，快速清除自由基。这不是抽象的灵性说教，而是科学证实的场域效应。量子波动把神经、免疫与内分泌3大系统拉回同一频段，使自愈的能量在细胞层面自发流动。试着在工作间隙站在窗边深呼吸5次，感受胸腔的起伏像海浪的波峰，
让这股波动穿透神经网络，让身体的量子场重新对齐。你会发现那份被压抑的活力悄然从细胞深处重新点燃。当手机不停哔哔，邮件、社群讯息像高速公路的车潮涌入，大脑的工作记忆与前额叶同时承受超载。研究显示，持续的讯息切换会使 DMN 进入过度自我监控状态，皮质醇瞬间飙升，交感神经占据节奏，结果就是精神倦怠、注意力崩散。断讯断流的核心其实是给神经系统红绿灯，在一天之中刻意画出无讯号的黄金窗口。先把所有推播关掉，设定90分钟的专注时段，只允许一次检查邮件，接着在每个时段结束时立刻进行3次60秒的深呼吸，让副交感神经上岸 alpha 波上升， DMN 的自我批判瞬间静音。在断讯的间隙，可以用道家无为的观想，想象脑中讯号如同水流被劈开的堤坝，水面平静，量子不确定性提醒我们，没有外在刺激时，思绪的多重可能自然收敛成单一清晰的波函。这样的资讯断流不只是减少刺激，更是让神经回路重新排列，可塑性提升，未来面对资讯时能更快进入流畅的工作波段。每天安排2次5分钟的断讯冥想，让大脑从资讯过载的噪音中退出，恢复内在的静观频率。你会发现，倦怠不再是无可避免的宿命，而是可以被有意识的断讯策略所化解。想象你戴上耳机，左耳听到210赫兹，右耳听到216赫兹，脑中自动产生6赫兹的差频，这正是大脑的 alpha 波节奏。alpha 波是放松警觉的交叉点，当它被同步时，前额叶的注意控制回路会抑制过度活跃的默默模式网络 DMN， 自我批判的噪音瞬间变得柔和。实验显示，持续10分钟的双耳节拍能降低皮质醇 15% 以内，同时促进多巴胺释放，让你感受到微妙的愉悦感。在工作间隙，打开这段静音音频，让声波成为你脑波的导体。先深吸一口气，感受空气穿过胸腔，然后随着节拍的起伏，让每一次呼气都像在调教频率，把散乱的思绪收回到此刻的量子波动。这样的练习不只减少焦虑，还会激活身体的催产素系统，提升同事间的连结感，仿佛把办公室的噪音化作和缓的背景音。每次使用50分钟，闭眼让脑波自然跟随，感受心跳与节拍渐趋同步。当你再回到荧幕前，会发现注意力更集中，情绪更稳定，倦怠的阴影也被这波动的光谱轻轻扫除。用这把声波钥匙，让神经系统在繁忙的日子里自我校准，重新找回内在的活力与宁静。当你感到办公桌前的倦怠像玻璃墙一样硬化时，走出门口，做3分钟的微运动，其实在大脑里点燃了一个名为血清素的快乐开关。血清素由脑干的纵向神经丛释放，与阳光、步伐节律同步，能提升情绪，降低焦虑，并抑制皮质醇的持续上升。心理学上，短暂的身体活动属于行为激活，即使是原地抬膝、肩部环绕或深呼吸，配合脚尖点起，身体感受到的节律变化会透过脊髓传回前额叶，让负向自我评价的 DMN 回路被打断。从灵性角度看，微运动像是把身体调回自然的气流，与道家的顺其自然相合，让能量不再卡在胸口的结。实践上，只要在午休或下班后找一个绿意盎然的角落，走出门，快步踏5分钟，或做一套伸展，感受脚底与大地的接触，呼吸带劲的森林气息，你会在血清素的波动中重新找回清晰与活力，倦怠感自然淡去。闭上双眼，轻轻点燃一根银烛，微弱的光芒在暗室里跳动。这火焰的频率就像脑中 alpha 波的节拍，能把过度活化的 DMN 从无止境的自我批判中抽离，让注意力自动回到眼前的燃点。当你把视线缓缓投向蜡烛，
感受热量在鼻尖轻浮，呼吸同步于火焰的呼吸，吸进的每一次空气都在刺激前额叶皮层抑制性仁和的焦虑回路，呼出的每一次则降低皮质醇的浓度，让免疫系统得到短暂的喘息。此时如同量子不确定性里的波函数坍缩，散乱的念头在光影中收敛成单一的现在。如果工作中常被电话、讯息打断，不妨在每个小休息时按下烛光开关，让视觉与呼吸共同成为安全依附的信号，激活催产素，重新建立内在安全感。持续1分钟的烛光冥想，脑部的多巴胺回路会从目标过度刺激的疲乏状态回到自发性探索的平衡，让你在回到桌面时感受到身心的重新充电与平静。把这盏小小的火光当作过渡的桥梁，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回到当下的仪式。在职场里，当同事把工作不断侵占你的时间表时，第一步不是说我会加班，而是先在大脑层面挂上安全闸。前额叶的界限判断会调节杏仁核的威胁讯号，明确说出这段时间我只能专注于 A 专案时，前额叶活化抑制交感神经过度发射，皮质醇随之下降，心率便异性提升。依恋理论提醒，安全感根源于可预测的互动，建立界限等同于与同事订立情绪合约，让对方知道何时可以靠近，何时需要保持距离。道家无为而治教我们，界限不是硬墙，而是流动的水渠，不阻断资源，同时将过度的情绪洪流导向回收池。实践上，可在每次会议结束前，用一句简短的"我现在需要整理思绪"，10分钟后再回复作为微型冥想触发，让预设模式网络 DMN 从自我批判切换到当下关照，提升 Alpha 波，感受内在平静。持续3周的界限练习，你会发现同事的要求不再自动触发焦虑，奖赏回路也从迎合转向自我保护的正向回馈，身心的倦怠感自然消散。当你抬头望向星空，银河的光芒其实是1000亿颗神经元同时闪烁的讯号。大脑的 DMN 在夜深人静时会把自我投射成宇宙的微尘，这正是使命感的生物根基。多巴胺回路在感受到意义时会重新校准，让能量从局部的任务升到全局的贡献。依恋理论提醒，我们在星系间的连结感会在安全的团队氛围中被放大，像氧气进入血液，促使皮质醇下降，催产素上升。量子不确定性告诉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波函数的叠加。当我们以服务宇宙的视角重新写下工作目标，脑中的奖赏回路便从完成报表变成共创星图，自我阴影也自然投射到更宽广的光场。此时，身体的 HRV 提升，呼吸自然同步至宇宙脉动，感受到自己不只是公司里的齿轮，而是星辰的一部分，使命从个人绩效转向整体意识的共振。这种宏观定位让倦怠的焦虑被宇宙的静寂所稀释，重新点燃内在的活力与平静。先把手边的工作暂停一下，像手机收到低电提示，立刻按下重启键。先站起来，双脚踩在地板，感受脚底传来的重心讯号，这一步激活脊髓背根神经丛，让交感紧绷的讯号瞬间降到最低。接着深吸3次，鼻吸4秒，屏住2秒，口呼4秒。这个合适呼吸会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自动启动副交感，让皮质醇的浓度在30秒内下滑 15%。再把视线移到远处的窗外或墙面，让眼球肌肉完成一次远近调节。这不只是防止视觉疲劳，更能让默默运作的墨网络 DMN 从自我批判的回路跳脱，短暂切换到观察者模式。最后，闭眼10秒，想象自己是一粒量子波，随呼吸在空间里自由散射，身体的 Alpha 波随之提升，脑袋不再被忙碌的任务占领。这套60秒神经重启每天早晨或午间各做1次，就像给大脑加了个安全缓冲，系统不会因为长时间高负荷而崩溃，
活力与平静自然持续滚动。清晨第一缕光线照进窗帘，是交叉上核 SCN 立刻捕捉到蓝光讯号，向全身发送同步节律的指令，让生理时钟重新对齐。先喝一杯温水，激活肠胃的脑肠轴，让副交感神经缓缓上升，皮质醇的尘封不会再过度冲击。站在窗前，深吸3次胸腹合并的呼吸，感受肺部扩张时多巴胺微释放的微光，像量子波动中的可能性跃动，提醒大脑今天可以选择的自由。接着将手放在胸口，轻声说出3个感恩的词汇，催产素随即流动，抑制那还未散去的压力回路。最后用2分钟的坐禅观息，将心念向道家无为的水面，让杂念自然回流，前额叶得到清晰的资源， DMN 的自我批判暂时关闭。这套5步仪式不仅把夜间的血清素与多巴胺重新校准，也为一天的专注与活力铺设神经可塑的基础，让你在职场的每一次挑战前都先在内再完成一次重启。把注意力缓缓移向窗外的海浪，听见白色的水声节拍。吸气时，想象海面被微风推起一层柔和的波峰，呼气时，让那波峰滑落，化作低沉的潮汐。这样的呼吸节律正对应呼吸窦性心律不规则 RSA， 提升迷走神经活性，让心率变得平稳。每一次吸入都像把海的正向量子振动注入身体的细胞膜，每一次呼出则像把累积的皮质醇波动送回深海，被自然的散射效应淡化。当呼吸与波浪同步，脑中的 alpha 波会随之共振， DMN 的噪音被静音，思绪回到当下的无为状态。你可以轻轻低语，我与海同频，感受身体每一根神经纤维都在与自然频率共鸣，从而重置能量账本，恢复内在活力。现在先找一个舒适的枕头，轻轻躺下，把注意力放在胸口的呼吸上，缓缓吸入4秒，仿佛把白天的焦虑吸进肺里，再缓缓呼出6秒，让每一次呼气像清晨的雾气，带走皮质醇的残留。随着呼吸的节奏，脑中的预设模式网络 DMN 会逐渐安静，内在的自我评价声音变成远处的海浪。想象你的心像量子波动的湖面，所有思绪在此刻凝结成微光，然后随着呼吸沉入深蓝的宁静。每一次呼吸都在激活前额叶的正念回路，释放多巴胺的奖赏讯号，让疲惫的神经得到补充。若有负面情绪浮上，轻轻关照它们，如同观沙练习，让它们自然流走，而不去评判。最后对自己说，我允许这一天的全部结束，感受全身放松，进入深层的睡眠。现在请舒适地平躺于宁静的床上，双脚自然张开，双手轻轻放在身侧。先把注意力带到呼吸，缓缓吸气，感受胸腔与腹部一起膨胀，然后慢慢呼出，像潮汐将海面推回。每一次呼吸都把今天的紧绷与思绪轻轻冲走。当呼气的波浪在身体里流动时，想象从头顶的星光慢慢向下浸润，先放松额头的皱纹，接着松开眼眉、颈项、肩膀，让肩膀的重担像羽毛般下降，再向下延伸至手臂、胸口、腹部，感受每一块肌肉都在呼气时渐渐解开。最后把注意力放在双脚，让脚底的紧张像泥土被雨水洗净，留下柔软的温暖。此时任何浮现的念头都不必追逐，只是轻轻观察它们如云飘过，让它们在呼气中逐渐淡去。身体在此刻完全沉静，心境如镜面般平静。我们在下一个充满觉知的早晨再见。